都没有问题，都齐了，都签收了，辛苦你了。哎，谢谢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好的。小白鹿，你等一下。怎么了？会有问题是吗？不是，刘总想见你。他想见我。谢谢。刘总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听说你拒绝了开阳设计，怎么了？发现自己不是这块料，想要放弃了？我并没有放弃，我拒绝开阳设计是因为现在我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做。你所谓更重要的事情，就是给人送货。我知道你心里肯定看不起这个职业，你也不会理解为什么我要这么选择，就像我不理解你做事情的规则是一样的。你知道我是怎么成为一个设计师的吗？我知道一些，你最先做的是纺纱工，后来又做了裁缝，最后才成为设计师。你听到的都只是轻描淡写的叙述而已，可中间付出多少，没有人知道。带我入行的就是教我做衣服的师傅。当年国内设计师没有什么地位，他也不过是裁缝做得好，所以很多人找他定制衣服。后来我就在想，与其用别人的款式，为什么不自己做设计？接下来5年时间，我熬红眼，画出一张又一张的设计图，后来都写上我师傅的名字，然后就变成很多顾客争相订购的商品。为什么你的设计图要写上你师傅的名字？那也太不公平了吧！因为没有人会相信，也因为我相信我自己一定会画出更好的设计图。我就是靠着这个信念，一步步进步，直到最后抓住一次机会，正式带着写着我名字的作品亮相。然后的事情，我想你应该在各大杂志都看到。可是你自己以前就有过这样的遭遇，你为什么还要用这样的方式对待其他人呢？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对其他人？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啊。如果你不赞成一件事情，那你就努力让自己强大到可以打破它。所谓游戏规则也是一样，如果你没有办法，就证明你不够强大。一个不够强大又不肯上进，只会成天嚷嚷不公平的人，那这个人是永远没有成功的一天。那这个道理，为什么以前你不告诉我？我以前跟你说的话，你会懂吗？那你为什么现在就认为你跟我说我就一定能懂呢？一个人只有失去过，才会知道自己原来拥有多珍惜，才会更努力的想要去追回来。这个道理，如果你还不明白的话，那么你这个学生，我可能真要放弃了。学生，刘老师，在你心里，你还认为我是你的学生吗？不是你说的吗？既然收了钱，就得做好本分。对不起，刘老师，以前我错了。你能让我回来吗？虽然我炒了顾小媛，但是外头还是没有你的桌子。没关系，我打杂就行了。我现在白天要在物流公司帮忙，有的时候还要帮忙送货，但是我可以利用晚上的时间帮你整理资料。如果还有别的需要的话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啊，我不要钱，我一定会坚持到有一天我会堂堂正正的坐在外面，拥有一张属于我自己的桌子。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也可以帮你做设计图，我可以不署名的。你可以让我回来吗？早晚有一天，
我会有一张属于自己的桌子。喂，刘警官。什么？来，谢谢。我已经给瑶瑶打电话了，她说在回来的路上。你也真是的，怎么不早说今天要走啊？早知道我就不让瑶瑶出去了。圣路易那边考试时间改了，他也是临时通知我要提前过去的，所以想跟崔瑶道个别。菊和，这张名片是我一个老同学，他也在圣路易。你有什么事情啊？你当然将来可以去找他。啊。谢谢崔院长，我一定会带您去看望这位老朋友的。哎，快坐下说，坐下说。菊和，你千万不要想那么多，他的确是我一个老同学，而且他这个人在艺术上非常认真，也非常严谨。你考首席的事情，你就是求他帮忙，他也未必去帮这个忙啊。过去我的确是在有些事情上做得让你很为难。是，我是在有些事情瑶瑶考虑的比较多一点，可是，在关键问题上，我还是在想着你呢，因为你毕竟是我最优秀的学生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毕竟我也是快要做父亲的人了。不管怎样，我还是要谢谢您这些年对我的照顾。您永远都是我最尊敬的老师。哎，这瑶瑶怎么还不回来啊？要不我再给她打个电话催她一下吧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就不等她了。爸妈，你们保重身体，照顾好崔阳。你放心吧。菊和，那我们等着你的好消息了。嗯。师傅，到首都机场。菊和，崔阳。你怎么了？菊和，我好疼。你现在在哪儿？喂，喂，崔瑶。崔瑶，崔瑶，我是想让你带上这个。崔阳，崔阳，崔阳。白露，什么时候出来的？昨天。在里面还好吗？还好，
红中说的对，进监狱也比跟着他们强。我听说红中也进去了。嗯，但是应该不会有大问题吧？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在这儿等他回来的。真好，还有个人等他回来。我也等过你，等你回家，等你把彤彤还给我，等你给我一个解释。可是我一直都没等到。恨我吧？刚开始是不敢恨，因为恨你就等于恨自己，恨自己跟你生活在一起的那几年。可是后来就觉得也没必要恨了，恨你伤的是我自己，更何况我们根本就不算什么夫妻，连结婚证都是假的。一开始我妈不同意我们结婚，你又怀了彤彤，我就想先做一个假证，让你把孩子先生下来，这样我妈也就不会说什么了。后来有了彤彤，我就觉得证件是真是假已经无所谓了。这次我也没想到会输这么多，后来我才知道我是被他们下了套了。不用再解释了，这些年，不论你做错了什么，不论你找什么样的借口，我都选择原谅你。但都已经到这个时候了，你再跟我解释，你觉得还有意义吗？没事儿，我不怪你。不管怎么说，你都是彤彤的爸爸，但是以后的日子，咱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也减少联系吧。你要想彤彤，你可以过来看他。我知道，我也没脸再让你原谅我了。我现在就是看你，跟你说一声，我要回老家了，这辈子都不会再回北京。如果你逢年过节回老家的话，你能不能带着彤彤去见见我和我妈妈？当然，这不用你说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亲情对孩子来说是最重要的，无论我们的关系变成什么样，你永远都是他的爸爸。我永远都会告诉他，爸爸是最爱你的，这点你可以放心。你妈妈那边，你刚进去的时候，我给她打了个电话，我跟她说这段时间你很忙，可能有些事儿脱不开身，等你忙完了，你就会回去找她。回去的时候想好了跟你妈怎么说，听到了没有？我知道。不管怎么说，在最关键的时刻，你还是做了你该做的，所以我谢谢你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可能也不会带着彤彤来北京。如果不来北京的话，我也不会知道，原来我也可以有梦想。所以我还是谢谢你。加油！你自己好好的，别再赌钱了，听见了吗？放心，再也不会放别人回家。说吧，去吧。
和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是真的爱上夏白露了吗？但我现在跟他是不可能的了。是因为我跟孩子吗？曲豪，其实我是一个挺爱吃醋的人，而且我也不觉得我在感情上是一个多么大度的人，所以今天这个话，我只说一次，再去争取一次吧，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。当然没事儿，孩子也保住了。真不明白，你们这些家长是怎么当的呀？孕妇各项指标都不稳定，你居然还让她开车？幸亏这次只是小震荡，要么再晚一步，别说孩子了，大人也有危险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他，对不起。知道就好。我能进去看看他？进去吧，我跟孕妇还没醒来。没关系，我只要能看到他，我就放心了。谢谢。我依然会在这里等着，等你爱我。哪怕只有一次，也就足够。等你爱我，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。你在听吗？也许早该说。你说什么？难道真的不能？你爱我，哪怕只有一次，也就足够。你爱我，也许只有一次孩子，才能永久。等你爱不去，我哪儿都不去，就在这儿陪着你啊！对不起，是我太自私了。夏白露，你们先走吧。好嘞。你终于出现了，你们家那小妹妹都快急死了。她说你要再不来，这店就得关门了。你说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？可怜我？如果你真想帮红中做事儿的话，那你就好好的，让自己幸福，比我们每一个人都幸福，这才是红宗最想要看到的。你现在只是替他教育我该怎么生活吗？但是你怎么知道红中是怎么想的呢？只要用心了，就会知道他心里想要的是什么。你就不怕我再把他撬回来？那你可以试试。得了便宜还卖乖。行，你这人情啊，我是领了。但是我们现在真的该想想怎么帮红中。现在也只有一个人能帮得住红中了，但是现在这个人我去说是不行了，要不然你去试试。我相信他一定也会领你这个情的。陆叔，您来啦，快，请坐。
怎么这么严肃啊？来，喝杯茶吧。这杯茶，算是我替红忠向你赔不是的。他这人做事儿总是太霸道了，对你不尊重。我跟你说声对不起了。小白鹿，你有什么话，你还是直说吧。红忠这几天在里头，挺不好受的。这个教训对他来说也够了，所以能不能求你，最后给红忠一个机会？我给过他机会，可是这小子，但凡有机会翻了身，接下来倒霉的可就是我。你放心，他这次绝对不会了，他真的是知道错了。他不就是想借这个机会好好的反省一下吗？是，红忠那人我了解，不会说话，好话总是往坏了说，好心总是办了坏事儿。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可是他的心并不坏，而且很多时候他很善良。我也做好准备了，不管法院怎么判，我都会等他出来。我会照顾好红淼，照顾好这个公司，踏踏实实的等他出来。等他出来的那一天，我会告诉他，你真棒，像个爷们儿，我欣赏你。瑶瑶怎么样？没事儿，我让他喝点汤休息一下。哎，这次幸亏没事儿，真是把我吓坏了。爸妈，对不起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没事儿，人没事就没事儿。啊，对了，曲和，美国那边你打算怎么办呀？翠瑶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也不放心，所以我决定不去了。啊？我还是进去看看他吧。哎。怎么不躺下来休息一会儿？在想什么呢？对了，圣路易那头答应你延期考试的事儿怎么样了？你什么时候走？我跟爸妈说了，决定不去了。为什么呀？这是多难得的机会。再难得，也没有你和我们的孩子重要。知道，这次是我不小心，我保证不会有第二次了。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去面对了，翠瑶。以后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我不知道现在说这个合不合适。我们复婚吧。雪禾，我说过我不想用孩子绑住你，知道吗？自从你怀孕之后，我也一直很纠结。我不知道我对你的那些关心，是不是因为孩子？但自从那天我在医院里看见你躺在病床上，那一刻我才明白，比起孩子，更害怕失去你。你这是内疚还是可怜我呀？都是，也都不是。翠瑶，你总说你最喜欢我的一点，就是我那不服输的性格。你知道我喜欢你什么吗？我喜欢你的独立和乐观。也正是因为这2点，我们最终走到了一起。可正是因为这个，
才成为咱们婚后最大的分歧，不是吗？是。你一直顾着忙你的工作，而我却一直想着我自己所谓的尊严和面子。崔阳，你真的不怀念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吗？怀念，可光怀念有什么用？我们之间不是没有了感情，只是这3年的婚姻，让我们都变得很迷茫，变得很自私。我已经错过一次回头的机会了，这次我想试试，我们一起试一试，好吗？可万一还不行呢？曲鹤，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可我还是不想用愧疚和责任来绑住你。更何况你恨夏白露。我和他早就没什么了。我不否认，在这次复婚的决定里面有我的愧疚和责任，但里面也有我对你的爱和留恋。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的。我们以前就是因为太重视爱情这2个字了，以至于在思考很多问题的时候都是从自我感受出发。可其实婚姻是一个很复杂的谜题，这里面除了爱情、责任、亲情，甚至感激、愧疚，这些都有可能成为维持一段婚姻最重要的东西。我们都做错过，所以我们都付出了代价。现在是重新开始的时候，这一次我有信心做得更好。你呢？只有一次才能永久。嫂子，这儿都没人住了，你还换他干嘛呀？你哥明天就开庭了，万一没事儿，他就能回来了，睡得舒服一点，他也会开心。你还真乐观啊！不到最后一刻，绝不能放弃。这是你哥教我的。来，床单。啊！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你干嘛？我吃了你啊！你和苏一佩喝了酒了，我把你弄回来的。那苏一佩呢？送回家了呀。那你为什么不把我送回家呀？抬重，抬不动。嫂子，嫂子，在想什么呢？没事。哦，如果我哥要真的坐牢了，你会嫌弃他吗？我刚来北京的时候，没钱，没工作，孩子也丢了，还一身的麻烦，他都没嫌弃我，为什么我要嫌弃他？终于明白人家说的患难见真情了。我哥真是没看错你。是你哥对我好，希望他没事吧。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不上你这样的人吗？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喜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。洪忠他为了我，自己蹲局子他都不帮我供水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因为那才叫喜欢，那才叫关心。你呢？你配吗？我不告诉你，是因为我心里很清楚，不论你还是苏一佩，你们都不是坏人，你们都不是真心想害我。为什么苏一佩给他介绍律师，他都不要？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？他不就是想借这个机会好好的反省一下吗？小白鹿，明天就要开庭了，
你说我会被判多长时间啊？我不是怕，我就是想算一算，我还得有多长时间才能见到你。我不后悔，等我为我自己干的傻事付出了代价，我就又能堂堂正正地站在你面前。刘警官，哎，夏白露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今天不是要送红忠去法院吗？我就想着红忠应该快出来了，想过来看他一眼。时间都已经快到了，他怎么还不出来啊？昨天晚上老陆已经销案了，今天早上红忠一早就被放出去了。他没去找你啊？真的？谢谢，谢谢你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，慢点啊。胖啊，看来里边伙食不错呀。还行吧。这段时间看了不少书，长了不少知识，也想了不少事儿，心态也好了不少。多亏你了，陆叔。那还真耽误你了啊！只要让你在里边多待些日子，没准你出来就成教授了。不是你干嘛？你也打算把我弄医院去？我说我请你坐。请坐。陆叔，这杯茶我敬您。什么意思？过去的事有我的错，当然你也不全对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叫您一声陆叔。这杯茶您是当我赔罪也好，让着你也好，我希望您喝完这杯茶以后，咱爷俩谁也别再害谁。你笑什么呀，陆叔？我笑你跟夏白露真是一家子，还来这以茶认错。嘿，行了，这就算啊，我喝你们的喜酒了。见您吉言。怎么了，陆叔？喂，这什么茶呀？这是？哟，这好几天的茶了，我也不知道啊。这都几天的茶了？嘿，较什么真儿，陆叔？就意思意思嘛。哎，说实话，陆叔，您看咱们爷俩斗了那么久，谁也没占着谁的便宜，都栽了大跟头。要不是你老跟我过不去，至于吗？要不你看着我的物流公司不放的话，我至于吗，陆叔？我不盯，早晚有人盯，你信不信？这都什么年头啊？还能有人吃独食啊？行了，陆叔，咱们说说这次这事儿吧。您肯定以为我是为了苏一佩，所以没告发您。其实不是，我是为了您。为我？当然，苏一佩才多大事儿，顶多算个从犯，而您是绑架罪主犯。您这么大年纪了，里面的罪您受得了吗？我于心不忍。我们俩的结在哪儿？我跟您说，就因为您一直盯着我的物流公司不放。以前我心眼小，我觉得您要跟我分手，我拗不过这劲儿。但现在我想明白了，不就挣钱吗？挣多少是好啊？咱好事一块儿做，挣钱的事大家一起来，有什么不行呢？这多好啊！我现在就想跟您联营，把我公司40%的股份分给您。对，但规矩是规矩。上次咱们说的入会手续，咱一定得办。咱们拿着手续到协会里面，把入会的事情给它办妥了。以后协会里面的事儿，人力资源方面的事儿，您来办，您有经验。外面跑物流生意、拉单子的事儿，我来跑，我年轻。还有，以前我老说老陆的教您，是我混蛋，我不知大小。从今儿起，我真心叫您陆叔。我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一起来帮一帮我，咱爷俩把这事儿做好了，做漂亮了，做大了。
你叫不叫陆叔这不要紧，可你真不拿我老陆当人呐？哎，满市场的人可都看着，你是拿我老陆当臭虫踩呀！哎，我一次一次的忍让，你是一次一次的挤兑。如果不是你这么逼我，我能干出那种缺德事儿。要说这回这事儿啊，是我应该跟你道歉。洪总，我也是一把年纪了，啊，有光棍一个。哎呀，你说我干这为什么呀？是也为挣钱，可我更为的是找个事儿做，免得回家凉锅冷灶的，多没劲呢。哎呀，我也想啊，再过2年，我也就退休了，将来这停车场、公司都交给你打理。哎，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个，不是又蒙我吧？您说呢，陆叔？哼，你要敢蒙我，我还真不怕，我就有招治。来，哎，行，你这水我就不喝。哎，我这朋友刚送我一盒金骏眉，好喝着。走，上旁边喝。陆叔，我这真有事儿，改明儿你要有空，我到外面请你好好喝几盅。行，就这么着。那我先走了。得嘞，慢走啊，陆叔。洪忠，出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啊，你干嘛去了？我一直在找你呢。我想给你一个惊喜，我找老陆去了，说好了中科物流和路路通合并，我还找了苏一佩，我说我们俩是一辈子的好哥们儿，他说你别臭美了，我一定会找一个比你更好的男人。刚刚我还去找了雪禾，我想说无论他做什么样的决定，我都不会放弃，可人家说他打算复婚了，弄得我还挺尴尬的。你这才刚出来干那么多事儿，着什么急啊？我当然着急了，我必须要把横在我面前的问题都解决了，我才能够平平静静、堂堂正正的来面对你。想好了？嗯。我也后悔了。想什么呢？干嘛？是你后悔啊？那你要后悔，那我防备。那当然不行。你干嘛呀？我好不容易追到手的，怎么能让你后悔呢？放手！小白鹿，嫁给我好不好？我也没答应你呢。彤彤，快来救妈妈！干爸爸，你在干嘛？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？彤彤，咱们俩刚才拉钩说好了，叫我什么呢？把干字去掉，叫爸爸。叫。就不叫爸爸。彤彤，快走！